大家好，我是张大哥。今天大哥要来处理的是一部比较特殊的宾士的 G Car，1993年的300 GE。这部车应该叫做银绿色吧。宾士的 G Car看起来就是好像坦克车，然后整个钣金所有的做工细节，它就是很硬朗车主当然也保养的不错，其实它的历史跟它的外观大哥就不用再做解释了。那这部车会来找大哥的原因是 ，OK， 我们到里面来看一下，黑色内装，整个保养的都非常棒的。这是大哥第一次整理这个 G Car。但是它的引擎呢还是 M103的 ，OK， 我们看的这个仪表也是很标准的，跟 W124 跟 W116都一样的，但是跟 W124 比较类似那这是它的这个冷气控制开关和中央扶手的部分。OK， 好，我们到引擎室去看一下。我们现在来试着发动这部300 GE， 在还没有整修之前，它为什么它引擎会过热我们先来试着发动我们看现在水温大概在40多OK 发动 OK 发动还是 OK 的转速是在800是 OK 水温大概只有40多大哥来加油看看，跳不上去会顿，跳不上去。我一踩油门，它就会顿了，油门上不去。我试着慢慢的加油看看。油吃不到，供油不足，加油，加油，上不去，我已经有放炮了。供油不足，很严重的供油不足，所以这车子一定会过热。OK， 好，等大哥把它整修之后呢，我们再来好好的测试一下。OK 啦。大哥把它的引擎盖打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是 M103的引擎16引擎，跟我们一般的126或是300 12601的引擎 block 都一样，但是比较特殊的等一下大哥把空滤打开，你就看到了，它用的是 M104的喷油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部300 G 的引擎室的内部。那大哥的工作就是把这一整组的喷油盘拆下来，喷油嘴全部换掉再来检查它的电路跟油路的相关的这些东西等大哥做完测试在机台上面整理好以后呢回装到车上，我们再来做一个完整的维修报告。好，拜拜喽！大家好，我是张大哥。大哥终于把这部
300GE 的引擎弄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引擎的现在这个状况首先我们看到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它的那个气缸盖，它原来是有掉漆。那大哥希望说，这个引擎室经过整修之后呢，能够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所以说这个地方大哥已经做部分的喷漆。包含这几个部分，如果照原照片的话，它是掉漆。那大哥认为说，以这个车型，包含这个引擎室的内部，应该是内外一致。所以我希望呢，大哥经过大哥整理过的车子，能够内部跟外观能够达到一致。所以我希望它漂亮一点。那目前引擎在发动当中，我来介绍一下大哥接了很多油表、电表我现在大概来介绍一下这两个就是它的油压表那跟大哥在机台上面所做的测试几乎是一致的。那这个是什么表呢？这个就是油量表。我们看到流量表。我们看到这个数字现在是2.1、2.1、2.2在那边跳这代表说1分钟流了多少公升。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是2.1、2.2这是代表1分钟流从这里流出来的流回油箱的油从油压调整器流回油箱的油应该是在2公升以上2.5公升是新状况，新的汽油帮浦的状况。那目前我们看到是在2.5到2.2公升在那边跳，代表这颗汽油帮浦状况是还好不是全新。如果全新的话，应该会在2.5到2.7每1分钟流出来的流出的流量。大哥如果以这个汽油帮浦的状况，应该还堪用如果是不是需要更换，可能过一阵子再说。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是有个表这个表是写73要乘以10，代表现在的转速大概在73、75之间。那因为这颗引擎它是用自动怠速控制调整，它是透过怠速马达那大哥把怠速马达现在是接上去的状况。那接上去的状况这颗是怠速马达。然后我们相对的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它的电压表，就是怠速马达的电压表，表示说怠速马达是在工作状况工作之中。那这个呢是流量感知器的终点电压表，终点电压。那再来我们看到这里还有一个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表现在写47.4，这代表说我们这个插压阀这个地方它本身是有个接头，插压阀流经的电流是多少？那因为它是受 O2 含氧感知器的减资讯号来控制电脑，来调整插压阀的压力差，进一步调整整个系统的供油量。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电压事实上是电脑已经有在介入控制我们这个插压阀在改变插压阀的它的压力差这个是因为我们2代电脑它就有这个好处那重点来了，这个是含氧感知器的表，含氧量左上角我们看到是 1.0， 而且它一直闪，代表说它的含氧量已经在 1.0， 那已经低于这个含氧量感知表的含氧量表的它的那个警告，它已经进入警告状态，告诉我说目前含氧量很低，已经低于它所设定的要求。目前我们看到是 1.0， 怎么接呢？我们看到这边有个管子，因为 G car 的排气管在侧边在侧边，
然后大哥是接这个管子，一直到这个地方来减脂它的含氧量，进而能够推算出它的CU 值哦，验测标准的CU 值。这部车目前状况相当的好，已经低于1.0，已经到0.9。那以大哥的经验来讲，1.0、0.9的话，它这是93年的车子，93年车子是符合第3期废气的标准，那应该 CU 值在1.5以下。如果说以大哥现在看到的这个含氧量在0.9的话，那它的 CU 值换算出来应该会在0.1，可能甚至于0.1几哦，已经非常的低，已经低于我们所要求的非常多，所以验车是超低标准的 CU 值。那这只能够，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状况呢？当然是因为供油量很正确，它的空燃比很好，完全燃烧，含氧量排气管的含氧量几乎都已经被吃光了，氧气都被完全燃烧掉了。那第二个呢，引擎体本身也要帮忙，也代表说这个引擎体的状况现在是非常好的。那因为大哥有把他的火星塞都换过了，因为他的火星塞哦，我们有看到我在片头有讲，他的火星塞是有R 值的哦，有电阻值的。那所以说高压线哦，这高压线的部分，大哥像我没有量它的高压线，不过以目前的状况，大哥认为它高压线跟分电盘是 OK 的，哦，否则没办法达到这么低的标准。那我们来试一下，好，我们来试一下它的这个反应怎么样？好，大哥来拉动油门，这反应太棒了！你看大哥这么快速的拉油门，相当棒的哈，这个相当棒的。哦，我们再来看哦，这个表就很有趣了啊。我们来看看这个表，这个表呢是下游式的压力表哈。那因为2代的机喷哦，它有这个开关啊，这个怠速开关。怠速开关呢，如果说我们在高速退油门减速的时候呢，这个2代引擎的电脑它会进行一个断油减速，然后再恢复的这个功能。哦，从这个表就看得出来了。如果说这个下游式压力如果增大的话，那代表上游式是不动的，那代表说它供应量会减少。所以说，如果我们看到它这个表是往右的话，它压力增加，压力增加的话，就会使得它的供油量因为压力差变小了，使得它的供应量减少。好，我们大概来试一试看看，这个很有趣的，大家都没有机会看到。OK， 好，大哥 ，OK， 好，我大哥加油了哦！有看到吗 ？OK， 这个状况是这样的情形。大哥刚刚发现我们在做那个退油门断油的断油减速的这个功能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压力表。其实是大概觉得很奇怪，它是反向的哦，也就是说，减油的时候，退油门的时候，它应该要减油，但是它是指针是往右跑，往右跑的话，压力差变大，供油量不是增加，这反而变成加油，那问题发生在哪里呢？哦，我们看到这里是差压阀哦，这个差压阀的接头，那这个接头呢，大哥发现它弄反了哦，这个接头看起来也很好，但是我不知道它为什么是弄反了。那大哥把它修正回来，也就是说把这2条线把它反向接回来。那接回来之后呢，好，我现在大哥去把它接上去。我把它接回来之后呢 ，OK， 我把它接回来之后呢，哇，它的压力差，减油的时候它的方向才是正确的。我再试一次哈，你们到时候我们会看到它跟刚刚，也就是它退油的时候，它应该是往右跑，压力增加，
然后达到减油的功能。但是呢，我刚刚的影片是往右跑，所以大概忽然间傻眼了，奇怪，怎么变成这样子呢？但是以常理来判断，那样的插头不应该也没有破损，不应该会被人家弄反。那由于这个现象，这大哥觉得蛮奇怪的。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插压阀的功能，它主要做2个。这插压阀的功能，这个插压阀主要做2个功能。第一个就是冷车冷车加浓抽扭的功能。第二个就是说接受O2 含氧感知器给我们的讯号，发现说它的燃烧不完全，它必须把油量减少。那如果空燃比太高的话，那油量要增加。然后它透过这个插头来修正插压阀的压力差，来达到加油或减油的功能。那刚刚大哥在试车的时候，其实有发现一点小问题，就是说，我发现启动的时候有点困难。那如果把这个插头拔掉，把这插头拔掉，也就是说插压阀没有受到外力的控制的时候，它就好发动。这个一点大哥一直其实也觉得很奇怪，没办法解决啊，偶尔又好。那现在后来大哥在做刚刚那个测试的时候，发现，它的那个插压阀好像弄反了。好，那我现在把它弄回来之后呢，车子就好发动了。我们先到车子里面来看看它热车发动的状况，是不是有达到预期很正常的发动的这个现象。OK， 我大哥都要进来了。OK， 好，我现在开红火，温度在80度了，好，那大哥现在要发动咯。我这1点就着了，而且现在插压阀是有插上去的。我们再试一次。大哥要发动了。对了，因为刚刚插压阀是反接的时候呢，大哥觉得很奇怪，没有办法像这样1点就着，我必须把插压阀拔掉。那插压阀拔掉，才有办法像这样的很顺畅的启动。好，那我们现在来试着。看它的引擎反应，因为这部车刚开始的时候来的时候，它没办法加油，一加油就会断气，我们来试试看大哥整修之后的状况。好，非常棒。这103的引擎，如果以这颗103的引擎给大哥感觉它是很反应很快咯，很不错咯，很快咯。这个103的引擎很棒的103，跟一般在126或是310的感觉，好像还没这么顺畅。OK， 好，我们现在怠速在大概在800左右，大概开冷气咯。大哥现在没有冷气没有开，大哥开冷气。好，我开冷气。我们看到转速往下降一点，它又往上回到800。这个是它怠速马达在进行怠速调整的，这自动调整的这功能。好，我冷气关掉咯。还是800。好，开冷气。我们发现动了一下又回到800了。冷气关掉。还是800。好，大哥再试着加油。很棒，很棒。这部车现在状况是很棒的。OK， 我们现在回到车引擎那边，我们来看，怠速减油的，现在是方向是相反的咯。你来看大哥加油咯。我们看到它是往右跑了，对，这才是正确的。因为退油的时候，它下油是压力差变大油门。供油量就变少了，对，这才是正确的。那很奇怪了，这大哥就搞不懂了，竟然
修车的以前的修车师傅怎么会去弄这个插头呢？哎，真头痛。哇，这部车现在大哥终于完修了。整个引擎室呢，大哥大概该清洗的，包含我们这个你看到这个束带这个束带，这真空管的部分我们应该要加束带的部分这个就尽量让它能够牢靠不要漏真空，然后不然它这个地方这个空气滤进去的橡胶座大哥补了2个整个状况是非常好了不过大哥还会实际上再测试一下然后很安心的、很完美的把车子交还给车主那大哥目前的报告就先到此。